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个手工皮具作品，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。来来去去换了很多地方生活，但是它一直在身边。不怎么用，因为实在是太厚了，像个板砖，能砸昏人的那种。但是总是会被我拿出来抹抹油，盘一盘，回忆一下过去。回想起来，也是因为学业不精，觉得做衣服好麻烦，要考虑的尺寸太多。在网上搜索了手工包包，便一不小心跌入皮坑。第一次购入工具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想到有些东西一用就是13年，比如说这把锤。那种从零开始设计、画图、选料、制作、拍照，到最终作品被认可，每循环一次完成一个作品，都会被满足感充盈的感觉，让我一发不可收拾。为了让作品更好，我学习了更多的技能，比如用电脑制版、视频拍摄、剪辑与制作，开始创作越来越多的手工作品。灵光一闪的整个流程不仅被记录下来，还被精心编辑过，能时不时拿出来翻阅，同时还会有来自朋友们的认可。一个完整的作品不再仅限于实物，而是包含了整个制作流程。最终的视频也是作品的一部分，虽然进度缓慢，但是热爱有所回应就是最强劲的动力。那段时间每天晚上睡前想的都是那个奇怪的地方应该怎么去做，每天想来巴不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工作桌前测试睡前想到的办法，乐此不疲。为了让作品更好、更独一无二、难以仿制，我开始精进工艺，想让做工越来越复杂。可是渐渐的，我好像陷入了一种怪圈，在这个怪圈里越走越乏力，总是在持续的焦虑中伴随阵阵袭来的空虚感和挫败感，这让我感到迷茫、困惑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。我明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，却总是有种被耗尽的感觉。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第二天不再抱有期待，只是平淡地度过每一天，好像什么东西正在慢慢熄灭。蛇真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生物，我总是会被这种充满冷酷、暗黑气质的事物所吸引。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礼物。响尾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图腾。不同宗教、文化、学科都有它的踪迹。一个有始有终的圆，自给自足、万物合一、永恒循环，创造、维持、衰亡、再创造都在其中。唯一永恒的是无限循环的模式，而不是个体。这本书让我想起曾经把响尾蛇图腾和凯莉结合的那一刻，那是我灵魂火花盛开的瞬间。这似乎提醒着我，是时候做新设计和新视频了。我终于承认，我大概不是做工匠的那块料。人生总是需要慢慢花时间才能了解自己，或许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开始那些创作的美好时光，心中的小火苗因凯莉而起，那就从它开始吧。为它匹配了一个新的包身，保留了盖头的部分，这次选择了 box 皮料，这光泽实在是美丽，忍不住想用它做东西。但是 box 又实在太娇嫩了，不想在使用的过程中摩擦到底部，也不想留下过多的小细痕，所以抛弃了右图中这两种底部的版型，换成了这个样子的。侧尾不变，底部由3个部分组成，这样没有折痕，也不容易被摩擦到。如果以后使用中边有受损，还可以修复。这里其实用弯贴工具会更快更精准，但是一录视频我就会忘记用工具，不过手搓也可以。这个部分有2个地方需要弯贴，这里的小折边要贴到90度，这样方便和底结合。此时此刻我真的非常着急，为什么还不给胶水盖盖子？黑色的部分是1毫米厚的 3D 打印件，材料是 PETG， 我觉得用来做底部支撑会是很好的材料，韧性强，不易变形，不被阳光暴晒的话用很久都不成问题。底部要做3个部件，就是因为这样向内弯贴的话，娇嫩的 box 就不会留下细碎的折痕。贴好以后裁掉多余的部分，整个侧围就是由这样的5个部件组成。做的时候太投入了，给忘了拍了，现在已经和前片缝合一半了，来看看细节吧。就是这样，整个底部都没有折痕。包包比较薄，还能取了肩带做手包，做拉链内袋有点太占空间，觉得做成这样的卡位比较合适，来施个安装魔法。来看看都用了些什么材料吧。
卡位用了 0.5 毫米的 3D 打印件，这样可以在大力使用卡位的时候，不会让有弹性的羊皮变形。顶部的打印件更厚一些，可以让钢条和介子在以后使用中不会在包外印出凸起。同时还用了塔林和日本纸，本来应该在精彩好的外皮上打好孔再贴内皮，单层皮料好打展一些，不过贴好一起打影响也不大，就是容易打歪，不过还好我打得不歪。我最喜欢这种部件贴合的阶段了，就像雕塑大型打好的那一会儿，快要开始成型了。现在后片和盖头就快做好了，外皮和内皮的触感不一样，但是都很好摸。好的皮料就是视觉和触觉的享受。来快速把多余的部分裁掉。修剪内皮的部分我也很喜欢，非常的解压。快速做个前片 ，box 外皮，磨面 box 电芯，日本纸，山羊皮，施个法，装上吸扣，给之前做好的前后侧都打展。虽然我是照着版型打的展，展位全都能对齐，但以前有过展位略微错开的阴影，缝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煎熬。后来每次我都必须用针对齐贴好再缝。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，这里可以全程放空，也可以听歌、听书、看电影、看剧。我猜小时候我妈喜欢打毛线也是一样的，手自己动着就能出东西了，完全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搭档，还不用自责浪费时间。本来这个视频会有2个凯莉，还有一个迷你小凯莉，非常的可爱。就因为这一步我疏忽，让它变成了一个警示物。看看这个危机四伏的场面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我给它搭建了一个很稳的平台。边缘完成以后，包身就完成了。我觉得我给这块皮料配了一个很好的版型。打印了几个不同尺寸的小蛇来匹配这个版型，这个太小了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又太弯了，这个感觉最合适。我用背胶无纺布贴塔林来做蛇身的底，侧位弯曲的部分只留无纺布，不贴塔林，并且削薄塔林。塔林真的是非常难削薄。贴上2毫米厚的2层植鞣革，用来做肉肉的蛇身，但是又不能太厚，不然就不能从包包的孔里穿过去了。按照形状裁好，把边缘又切又磨，做得圆圆润润。这个颜色我一直都非常想用。蓝紫色的偏光，不过有很多颜色都非常好看。都刷好胶以后，像这样捏，再把捏出来的这一条裁掉，贴上植鞣革底皮。这里用植鞣革是因为这条小蛇的鳞片有略微凸起，贴植鞣革可以避免划伤 box。因为有几个款的皮料，所以这次实在没忍住，做了好几条，还有一条百搭扣条。这4条扣条都搭配有自己的肩带。这是一套小挂牌，里面有 logo， 还有完成日期和我的签名。下面这里是所有用到的材料。我觉得这样的一套挂牌很有意思，以后都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标记我的作品。正如这个神秘的图腾给我的体验，也像神话故事中的西西弗一样，不停地把石头推到山顶，看着它滚落，然后再次开始。有些人把这种无尽的循环视为惩罚，但如果宇宙就是衔尾蛇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西西弗本人呢？如果命运是荒谬的，如果世界是无意义的，那么我们还能认真参与这个游戏吗？对我来说，这个世界很美，即使没有意义也没关系，只要能够继续学习和创造，我就会继续爱这个世界。晚安，我的朋友。